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将于9月15号到16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萨马尔罕召开。在全球处于动荡变革之际，本次上合峰会以线下方式举行，8国元首确认将会出席，并且有来自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的多个国家与会。今年的上合峰会主要的议题和议程是什么？有可能取得哪些重大成果呢？那么我个人觉得至少有2方面值得期待啊。第一个方面是成员国致力于强化本组织联合应对内外挑战的这个能力吧。那么实际上对上合组织而言，当前我觉得发展与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凸显。那么这背后实际上既有持续的这个全球疫情危机所导致的这个成员国的内外发展的这个困难，也有外部势力参与下。部分成员国出现的这个暴乱事件的这个冲击，你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今年的1月和7月分别发生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暴乱事件，那么还有这个周边地区冲突对本组织安全形势的这个影响，你比如去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的这个仓皇的这个逃跑，实际上是极大的这个恶化了上合成员国周边安全形势。那么，另外，今年2月爆发的这个俄乌冲突，实际上也是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构成了这种多重冲击。因此就是多重内外挑战下，如何更好的统筹发展与安全，又如何在全球动荡与危机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我觉得都是上合组织重点关心的问题。那么在这方面可以预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将会得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这个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出席。现在外界高度关注中俄领导人会晤，2国领导人将会谈到哪些问题呢？那么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会延续之前，比如说我们2月份的时候，2国首脑在这个线下会晤的时候发表的这个联合声明，也就是说，还会对国际重大的这个事件、整个国际局势问题做一个共同的一个阐述啊。第二方面就是更重要的就是经济合作啊，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现在正在大力的推进它的这个转向东方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政策啊。那么转向东方很大的一部分可能就是要和中国进行相应的一些经济合作啊。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在已有的这个合作的基础上，如何去拓展进一步拓展这个合作的空间，同时也要考虑到在当前的这种国际局势下，如何更好的去发展这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认为本次中俄领导人会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重点的一些议题吧。那么第一个议题是强化周边安全联动大家知道，今年2月中俄领导人会晤以来，就是美西方借助乌克兰危机、台海危机、北约的这个全球转型、阿富汗的这个动荡局势，以及中亚部分国家的这个暴乱事件实际上是持续在中俄2国的周边地区拱火。我觉得这是需要中俄2国领导人进一步强化战略协作，共同来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谈到的一个重点议题是应对美国的这个制裁打压。实际上中俄2国都不同程度的遭受美西方的这样一个单边的这个制裁，而且美国还在编造各种借口对2国进行一个捆绑打压。我觉得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这种制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这个打压2国开展正常合作和各自对外合作的这个非法的这种工具实际上也是严重冲击了全球的发展，尤其是对全球发展比较重要的这个供应链、产业链和技术链等等。我觉得这是需要2国领导人共同去协商，包括采取一些联合措施通过深化经贸、能源、金融投资、科技、物流等领域的合作，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和发展空间。那么第3个可能的议题，我觉得是维护国际秩序的这个多极化基础，构建反霸斗争的这个国际统一战线。那么近期栗战书委员长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的主旨发言中，实际上是明确的指出了多极化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大势，实际上也是国际社会的这个普遍期待那么对中俄而言，实际上多极化一直是构成2国战略合作的这个重要基础。
在新旧秩序转换的这种关键的时刻，我觉得两国既要鲜明旗帜的反对西方宣称的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这种霸权秩序，同时也要大力的维护赞成多极化的这个国际统一战线也为更好的构建多极世界来做出中俄的这个贡献吧。尽管安全问题仍然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关注，但是呢，近段时间以来的地缘政治动荡，使我们看到安全问题和经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美西方国家的反俄制裁，有可能波及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呢，俄方在反制裁方面的举措，也在深刻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那么，在形成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方面，上合组织是否会发力？应该说，从上合组织成立一开始，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包括人文交流，就是构成了上合组织发展和合作的3个主要的支柱。在目前的这个上合组织这个框架下进行这个多边合作，事实上，这种经济合作的每一步成就都会为世界经济的更加合理、更加公正，以及更加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这个方向，发挥重要的影响，也会为其他的国家，包括地区合作，树立起一个典范来。